沈宗主应该做出选择，是和我们合作，还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？情报共享是合作的前提，如果不是鬼门关，我们也不用有这次会面。爸爸，要是鬼门关里面的东西出来了，我们也要承担知情不报的责任。地府其实是附在凡间的平行世界，鬼门关则是两个世界的交汇点。两个世界一旦碰撞，以平都山为原点，附近千里区域都会变成死地。另外，18层地狱中有着数不清的恶鬼冤魂，以及1000年前意图抢占地府的数百名修士，也可能没有完全死绝。可以具体说说吗？当年天地元气被封，但为了让轮回石保持运作，仙人们留下一些元气在地府，于是那些不甘心变回凡人的可怜虫便把主意打到这上面，强行冲击地府。地隐宗肩负守护地府之责，结果死伤过半。可笑的是，他们却被挡在了各殿的禁制之外，无法接近轮回石所在之地。最后这些修士不知所踪，有可能自愿堕入尚有元气留存的18层地狱吧。现在你们或许能了解为什么我们不愿与修道界有接触了吧？当年留下的修士至少也有数万，个人所为无法代表整个道门。但既然地府有仙人轮回的手段，那么那个仙女现在怎么样了？她呀，几乎拆了整个丰都城。据沈叔叔所说，当日女仙子冲入地府时，地隐宗就有所感应。在她进入地府轮回殿后，殿里的仙光更是持续闪耀了好几天。但几天后，仙子突然发出一声长嚎，随后连破了阎罗18殿禁制，下18层地狱，丰都城各处，将地府深处搞得一团乱。地隐宗本来想依照古时道路进入地府与仙子接触，但是仙子突然爆发，整个地府充斥了仙光，导致平都山附近连续爆发地震。我可以邀请官方和道门高手进入族地，但族内并非我一言堂，我无法保证能说服其他人。而且沈宗主如果需要我们配合说服各位长老，请尽管开口。飞羽，你怎么看？坐着看。你不打算出手吗？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情，我们听组织调遣就够了。飞羽，劳烦你们师姐弟再走一次，咱们需要尽快解决鬼门关的事情，你师父也会和你们会合。好的，师娘。师姐，我们也去打个招呼吧。OK。今日领教飞羽道长的高招，当真是神乎其技，地榜第一，实至名归啊！我家那些小王八蛋，要是有你2、3成本领，我就能退休了。地榜第一，学弟这么厉害？这位不语仙子现在天榜排名21，修为也是金丹境，但他在虚丹时就能和金丹硬碰硬了。没有。哇，师姐大人也这么厉害啊！果然英雄出少年啊！小兄弟，你真厉害，差了一个境界，你一直点得我动弹不得。要不是那一指，我恐怕也不会答应和调查组合作。那个其实是和晚辈坐在一起的银发妹子，是这位美貌与智慧并重，才华与气质共举，拥有一头银色秀发的少女。她是一位1600年前就追随当时蜀山掌门青林道长和三通禅师修行之狐。刚才晚辈那一指，只不过是这位前辈高人随手施的定身法，